基地内部战斗拉开序幕，联盟精英小队对阵编号特种厕所，斗智斗勇，手段频出，奇特能力出现，堕入幻境是遗憾，是噩梦，种种离奇情节上演。地探无极限，挖了15级的地探钻头再次出现。Hey guys， 闭嘴嘛 ，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了恰好1周的时间 ，Jump Studio 在他的频道更新了《时钟多元宇宙》37集第1部分。这集讲述了上集留下的2个悬念之一：营救女钻头，编号厕所正式参战，他们的强度如何，又有哪些能力？请带着你的疑问与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警戒，视频内容难保有失为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，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在上集，小队突破了重重封锁与困难，先后解决了多个大型单位后，打开了最终的闸门。里面有2个编号厕所以及3个特种厕所，他们也在这里发现了被囚禁的女钻头。这场战斗无法避免，随着双方擦枪上阵，战斗一触即发。双名影响将目标锁定为10号，向其奔跑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侧面的女影响正在对付特种厕所，不过她这一会儿红一会儿蓝的头部灯光，差点以为是女监控。虽然女监控锁定状态，头部灯光是红色，但看手持双刀的武器是女影响无疑了，兴许是细节或滤镜问题。另外是在这个激光球笼下方，不知道为啥会散发出这些红色光剑类似的东西，难道是女钻头正在破坏这个球笼？不过我觉得是上方有着某种设计的武器，正在对小队发起攻击。在后面的剧集中，几乎一直都在发射。双名想凭借灵巧的身手躲避攻击，随后飞行背包喷气飞起，在空中完成了投币，接着落地再次投币，操作丝滑，伤害不大。10号大手挥舞一把就拿捏到了双名响，可以看到10号拿到了先前被命中头部的第1发飞笔，对比他的手掌看起来十分的渺小。虽然小队数量多，但体型上的劣势还是难以弥补。10号将双柄影响高高举起，开始嘲讽，直呼就像你们的泰坦一样可悲。可以听一下。很显然，10号在3级出场时就毫不避讳地说音响人垃圾，尤其是他们的泰坦。那么这2次相继看扁音响人，兴许此前音响人与10号间有过接触，且在10号手中没有讨得好，可能还有一个伏笔等着我们，比如会告诉我们音响人为什么这么少的原因，就类似10号因为铅笔愤怒，是因为点对笔嘎掉了他们的家人，或许其中还有着一些秘密的情节，但这点目前还不得而知。10号伸出右手准备撕掉双柄音响，但被双柄音响的声波震荡击退。与此同时，喷气背包开启，挣脱了10号的束缚，但10号并没有放过他，相继2脚踢出。好吧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这情节让我想起了击退的攻击泰坦音响的画面。此时双态监控出手，打断了10号对双柄影响的注意力。双态监控冲锋2轮后，准备发起更迅猛的一击，短暂借力后径直冲向10号，而10号也借力打力，趁势一拳打中了双态监控。吃了这一击后的双态监控导致落地翻滚一圈，不过这怎么看起来像是悬空的？能爬起来的双态监控爬了起来，在上集看起来像是白色的探头，此时可以看清了，原因应该是灯光导致，依然是黑色的探头。10号见状欲要再次攻击双态监控，但又有一个人打断了他，是特种厕所。他此时离奇的攻击10号，这非常奇怪，难道是无差别攻击？但并不是。可以看到10号首先一记头锤使出，再接下3连肘击，随后蓄能右手炮一炮发出，很快铝电式的飞炉出现了。众所周知，铝电式的分头行动可以控制敌方单位，此时他出现在后方，那么就表示先前特种厕所的诡异行为是铝电式驱使，他控制了这个特种厕所，打断了10号将要攻击双态监控。最后他露出了充满玩味的表情挑衅，使得10号转移了目标，但又被打断了。从视角左边，一道蓝色激光给他洗了个脸，是女监控，他正在使用头部激光炮攻击，这次的发射角度正确了，十分的细节。10号被激光蒙了眼，双柄想趁势跳了上去开始按摩，这头是不洗也得洗了。另一边，从之前双态监控被击倒时可以看到，这个钻头正在向某个目标跑去，耗时良久，终于走到跟前了，是一位特种厕所。这个钻头与女时钟同行，躲避着正在天女散发的飞弹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一幕后这位特种厕所似乎被定住了，除了本人，包括飞弹以及烟尘都纹丝不动。难道是女时钟使用了能力？根据之前女时钟的表现来看，她的时间暂停来源于她的枪，而她的枪在上集已经用光了子弹。难道是时钟手雷？但她的腰间没有挂载这样的道具，且在正面靠近时也没有投掷的动作与相关特效，只有这个钻头推开了她躲避飞弹，所以她是怎么被暂停的？这很
难猜测。难道女尸中也有隔空暂停的能力？但在之前基本没有表现。虽然说不排除这样的可能，可特种厕所身上也没有时间暂停的特效，所以基本无从考究。兴许是细节错误。这个断头飞身而起，6把飞笔抛出，正中目标。随后一个翻滚落在了6号面前。可以看到，此前在靠近特种厕所时，6号正在旁边，此时正好直接拿捏了这个钻头。很快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：6号身上的某种罐中液体以气态的方式释放了出来，产生了红紫相间的烟雾。这些烟雾可能是从他胸前的管道产生的，这样来看比较合理。随着6号身上的罐装液体消耗完毕，场景切换了，这个钻头被丢在了一个地方，这里的环境十分的空旷，应该是个全新地景，不太清楚这是个什么地方。不过不知道的是，为什么我有一种刺客信条某个据点的错觉？难道这里是曾经刺客的聚集地？不得而知。短暂片刻后，这个钻头被一束紫光牵引，很快就转到了另一个地方，这里烟云蔽日，大火肆虐。这个地方应该是钻头人的基地，场景对比24集可以对上。这个钻头向左望去，可以看到女钻头被一只大手强行带走，于是这个钻头紧追上去，但他踢开这道门后，并没有看到掳走女钻头的人，而是充满钻头人尸骸的地方，上面吊着的，下面堆着的，在红光的映衬下触目惊心。而此时这个钻头后方本没有人，女钻头却是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这个钻头的身后，并将其推了下去。这个钻头并没有像先前展示的钻头人一样埋骨，下方的钻头人都消失了。就在即将落在地上时，宛如打破了一面镜子，而下方是泰坦钻头人，他即将一口闷掉这个钻头。我想这应该是进入了幻境，且用了2个视角来描述。之前沟壑下方显示有了钻头人，在这个钻头掉落下去又没有了，而又在以这个钻头视角跌落时，从上方可以看到手臂，说明又有了。这一点我暂时不清楚存在的可能，或许仅是视觉误差导致看不清。这个钻头掉落进泰坦钻头口中后，它又落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地上摆满了钻头人的残骸，且与之前第一个幻境一样，都没有钻头，但龟壳钻头却是完好无损，甚至还与这个钻头打招呼，同时还递来了一杯不明物。从后面掉在地上来看是绿色的，而他们使用的油不应该是这个颜色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腐蚀有毒物质。如果这个钻头饮下，就可能嗝屁了。我们已经得知了，在24集龟壳钻头已经成为了废铁，我觉得这个钻头也应该知晓。从他接下来的举动就能看出，这个钻头拔下了剑，并一击带走了龟壳钻头，他识破了这是一场幻境。很显然他赌对了。不久后紫烟散去，这个钻头从中醒了过来。本集描述后悔与梦魇，而刚刚这个钻头经历的幻境是梦魇无疑了，好在他成功挺了过来。那么这个钻头经历完了梦魇，那这后悔从何谈起？这就是接下来要看的了。此时6号正在靠近女尸中，地上的烟雾也随之靠近。纵使这个钻头已经意识到要阻止，但面前的特种厕所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注意看，在6号靠近女尸中时，旁边有个东西正在凿破地板，待会再看。随着特种厕所激光扫射这个钻头，场景再次切换，来到了女尸中的幻境。此时大雨滂沱，阴霾的天气代表着女尸中的心境压抑昏暗，仿佛缺失了一盏明灯。它前方立着一块墓碑，上方写着首席老爷的称呼。在下一幕，上方的文字发生了变化，出现了新的文字：你本可以救我。紧接着，下方突然出现了一只手，把女尸中吓得不轻。随后，首席老爷从里面出来了。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看到首席老爷，可以看到他的身上有一些洞穿的痕迹，这不是穿模，应该是小闹钟被刺时留下的，也对应了时钟头被阿尔法拿捏，但当时是完整的，兴许是用了夸张的手法，在女尸中的臆想中可能会是这个样子。随后，首席时钟迈着蹒跚的步伐靠近女尸中，空中又掉落2位厕所，但他们上方的碑文显示的是文字，连起来是为什么你没有。显然这一情节成为了女尸中的遗憾，他听从首席老爷的话离开，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这无疑是揪心的。随着女尸中步步后退，后方拔地而起了一栋时钟大楼，随着强烈的钟声响起来，一步一步的再次破坏。而女尸中先前周围的首席时钟和2厕所此时消失不见，变成了小闹钟、大时钟、沙漏时钟，他们都做着难以置信的动作。大楼随着爆炸渐渐化为乌有，女尸中向后跑去，撞上了06号，幻境消失了。先前06已经在靠近女尸中，且距离很近，而06此时才做出要攻击的动作，可能是这个幻境针对目标后，在外界只是发生了短暂的时间，幻境却过了一整个情节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是触碰到了外界实体导致，所以中断了。刚才这个钻头脱离幻境时，除了打破假象的可能外，也不排除是这个烟雾出了范围，但依然不清楚为何没有在幻境中解决这个钻头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在幻境中，外界的实体变成了幻象人物。从此处这个钻头了结龟壳钻头，不难看出与现在面前躺着的厕所瘫倒的位置是一样的，说明刚刚嘎掉的是厕所，由此幻境破灭得到解除。这3种皆有可能，具体是哪种很难判断，你们觉得呢？此时06带走熊熊烈火即将攻击女尸中，但又被打断了，是一枚钉子。06接住了这一发
攻击，不过引爆了岩石爆炸钉子。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单枪哥来了，但他在此前的32集中已经焕然一新，而且大部队并没有赶到这个位置，所以并不是。注意看，在刚刚的视角中可以看到06的罐装液体消耗完了，此时转身过来又装上了，这可能是个细节问题，不至于在短时间回流吧。06此时定眼看去是地炭钻头人，好家伙，他又回归了，只能说每次他的出现都代表回归。此前吕世忠身旁刺穿地面的东西就是他所为，与22集如出一辙，还能看到他身旁的大洞，很庆幸他没事。刚才的钉枪子弹可能是从这把工具中发出的，没想到除了钻地还有这功效。这次钻了多少级？从22集来看钻了15级，大制作鱼钻15级。不过这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后续它会带来哪些惊喜只能等后面再看了，应该会有转折，总不至于大老远来当炮灰吧。这集分为了部分发布，下集有可能会看到外界泰坦电视的战斗，以此来对应上集留下的悬念，不知道还会不会给到这里的镜头，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C 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